你可能听过有人喜欢花香或是木质调的香味，但是你有听过有人喜欢汽油味、油漆味，甚至是臭屁味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各种特殊的气味癖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7月，美国旧金山有一种很特殊的植物——巨花魔芋，在睽违4年之后，终于又开花了。这种花俗称尸花，因为它闻起来的味道就像是死掉的老鼠，而且甚至比呕吐物还要难闻好几倍。但是开花的消息一出，当地还是有数百位民众争相前往，想要亲自闻闻看到底有多臭。不止如此还有其他不是那么好闻的气味，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意外的蛮有市场的。像是号称世界上面最臭的食物鲱鱼罐头，或者是纳豆跟臭豆腐，它们虽然臭，但也还是有一票死忠的爱好者。甚至喜欢闻加油站臭袜子、腋下鼻屎的也大有人在。喜欢吸猫吸狗可以理解，但对于这些特殊的味道难以自拔，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病吗？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下工商服务时间。你是行销人员吗？是否曾经想过怎么让自己的品牌在茫茫的广告媒体当中吸引到大众的目光呢？或者有些的产品服务需要把抽象而且复杂的资讯有脉络的解释给消费者呢？或许你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哦。简讯设计长期为企业制作形象动画，用创意有温度的故事传递核心价值，而且50% 以上的观众会因为动画而提升对于品牌的好感度。另外也有专业的解释型动画，透过视觉的转化，一步步让受众了解产品的功能或服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从前期计划到影片制作，帮你规划好一条龙的流程。此外呢，如果你还有像是其他的 logo 动画频道片头，只要是跟动画设计相关的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哦，价钱都好谈。网络上面的文章跟论坛里面有不少人都分享过自己对于一些特殊气味的喜好，我们这边归纳出了一些常见的种类。首先，第一类是跟车有关的味道，像是新车的味道皮椅、轮胎跟汽油味，而且不一定是爱车的人才会喜欢这些味道。有网友就分享，每次经过加油站，一定都要偷偷的大吸几口汽油味才能够满足。另外呢，一些会有挥发性气味的东西也很受欢迎，像是指甲油松香水、漂白水、麦克笔，还有疫情中常用来消毒的酒精。也有人呢喜欢让酒精在双手摩擦之后，再去闻酒精在手中挥发的味道。那同样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还有纸类的东西，包含了像是纸袋纸箱，还有书的味道。有些人去书局翻开书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看里面内容，而是闻一闻书的味道。而且喜欢闻书的人呢，可能就会知道新书跟旧书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两种都有各自的拥护者。而最后一种呢，是有关体味的部分，不只是自己男友或是女友身上的味道，小婴儿或者自家宠物身上的味道，也让很多人越吸越上瘾。又或者有些人呢是喜欢闻自己身上的味道，像是穿过的衣服袜子，虽然知道是臭的但还是呢要在丢去洗之前习惯性的闻一下。那说了这么多有点另类的气味偏好，可能有些人会有同感，但是可能有不少人会觉得很不解，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喜欢闻这些东西呢？不管是跟车子有关，或是一些有机溶剂类的东西，很多都是因为含有芳香烃这个成分才会让人觉得那么好闻。举例来说呢，像是汽油，就是因为含有苯这种芳香烃，在吸入体内之后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兴奋、愉悦甚至上瘾的感觉。不过我们每个人的嗅觉对于不同东西都有不同的敏感度跟喜好，所以有人可能会觉得汽油闻起来甜甜的，但是也有人呢会觉得是刺鼻味。而另外纸类东西的味道呢，主要是来自于纸里面的纤维素跟木质素，这些成分呢在放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因为化学作用产生甜甜的类似像香草或杏仁的味道。而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旧书或者是二手书店特别的好闻。那如果是新书的气味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胶装、油墨还有不同纸张材质的味道，所以不同书商出的新书呢，常常闻起来也会不一样。而最后谈到体味的部分，就不得不提到费洛蒙这种从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费洛蒙呢，大部分是由汗腺排出体外的，也就是我们的腋下，包含了人类在内的很多生物之间，可以借由费洛蒙的气味作为一种社交讯息的传递，借此判断一个对象的基因跟身体状况。过去就有研究指出异性恋女性会透过男性的费洛蒙，本能的喜欢上那些可以让自己生下健康下一代的男友味。甚至一个比较近期的研究也发现，在非恋爱关系的同性之间，我们也会选择跟自己体味有一定的相似度的人当朋友，而这某部分可能是因为熟悉的事物可以带来亲切感跟好感。
但是当然，我们对某个人或某个东西的喜好也不会完全取决于嗅觉，因为专家也提到，心理层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嗅觉是所有感官当中最直接可以跟情绪还有记忆产生连结的，这是因为处理嗅觉的嗅球呢，不会经过感官的中继站视丘，而是直接把气味的讯息传递到大脑皮质，还有处理情绪的杏仁核跟负责记忆的海马回。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闻到一种味道，会马上回想起以前跟味道相关的经历，或是让某些感觉浮上心头。而且这样子气味跟记忆的连结，常常是发生在不知不觉中的。举例来说，某个人喜欢拜拜烧香的那种味道，但不一定会意识到这种喜欢是源自于小时候过年都会跟家人去庙里祈福的回忆。又或者说，喜欢吸自己家里面的猫猫啊狗狗，除了是因为熟悉的味道带来安心的感觉之外，也可能是一直以来跟毛小孩在一起的时光都特别的放松，所以不管何时，只要吸上一口就可以很舒压。简单来说，我们对一个对象或是一个东西的特殊情感，可能会连带的让我们喜欢上它的味道。但是如果是喜欢上臭的东西，这样子有点反直觉的是，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前面提到有很多人即使知道臭，还是排队去闻湿花，除了是出自于好奇还可能是一种叫做良性自虐的心理状态。这个概念呢，是由心理学家保罗·罗金所提出的，指的是当人在确定自己是安全的情况下，去体验那些有点危险的事情，会产生令人上瘾的刺激或快感。举例来说，坐云霄飞车从高处往下坠，照理说是一件让人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的事，但是因为我们内心相信云霄飞车这个设施是安全的，所以原本的恐惧反而变成了刺激跟好玩。那回到会想要闻臭味这件事情，照理说呢，臭味意味着东西腐败或是有毒的危险。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生存的本能会尽可能避开有臭味的东西。但是网络上面还是有不少人分享说，喜欢闻自己身上的汗臭或者脚臭。那这一方面呢，可能是想要确认自己的卫生状况的本能行为；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臭味的来源是自己，没有危险，所以即使觉得不好闻有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吸个几口。那这种看似恶心的行为其实是正常的，所以也才会说这种自虐是良性而且无伤大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于臭味执着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程度，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2013年的时候，美国的新闻报道，有一名男子遇到心仪的女生放屁就会产生性兴奋的感觉，甚至他还曾经故意跟朋友打赌赌输，就只是为了想要接受惩罚去闻别人的屁。那这样子极端喜欢闻屁的状况，经过医生的诊断之后发现，这名男子是患有恋屁癖，属于特殊性癖好障碍的一种。有精神科医生解释说，这可能是源自于患者过去的某个人生经历，让大脑呢把放屁解读成跟性欲有关的行为，才会引发这样子有点反常的行为。而这样子的症状呢，其实会需要更进一步的心理分析去了解跟治疗，否则患者呢还可能会为了闻屁做出更疯狂的事。而除了这样子比较离奇的案例其实闻气或者强力胶等等的有机溶剂也存在着不小的风险。因为如果开始对于芳香烃所带来的兴奋跟愉悦的感觉产生心理依赖，很可能呢就会演变成一种药物滥用的成瘾行为。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有机溶剂吸多了会损害我们的中枢神经，造成记忆跟注意力的认知功能障碍，还会危害免疫系统、肝脏、肺脏、心脏等等的器官功能，严重的话甚至会致死。所以专家也提醒这些含有芳香烃成分的味道，虽然偶尔闻一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发现自己对于某些气味的喜好已经变成一种没有它就很难受的感觉，或是已经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建议一定要寻求心理与精神相关专业的协助，避免酿成更大的悲剧。今天这一集讨论很多对于不同气味的小癖好，那对于没有类似经验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喜欢闻这些东西也太怪了吧，甚至觉得恶心。就连我们自己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人会对于某些味道那么痴迷。但是同时呢，有时候也会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会喜欢闻这种味道。像是以吸猫吸狗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团队里面呢就有养过狗的人分享，自己以前很喜欢闻家里狗狗脚掌的味道，很像是爆米花的香味。那即使现在狗狗已经过世很久了，每次闻到爆米花的味道呢，都还是会想起这个陪伴过自己的毛小孩，感觉心里面暖暖的，很怀念。也许我们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几个像这样的小癖好，而这些癖好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人生经历，还有我们各自的独特性。不过话说回来，在群体生活里面，气味其实也算是社交礼仪的一环，所以呢，在保有自己独特喜好的同时，如果也能够同时顾虑到别人，可能还是比较好的。就像是有人喜欢闻自己的汗臭，那是他的自由，但是呢，如果要别人也一起闻自己的汗臭，就会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了。
好的，那我们呢也想来问大家哦，你有喜欢闻什么特殊的气味吗？ A 有，超喜欢像是汽油啊、橡胶、指甲油这些的味道。B 有哦，很多小时候常闻到的味道，到长大之后呢都会特别的喜欢。C 有，自己跟伴侣穿过的衣服都会偷吸一口再丢去洗。D 没有，不会特别去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各种特殊的气味癖。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老人味以及味道才是本体的小贝贝。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